大家好，我是奈森。这个小米13 Ultra 已经使用满1个月了。它平常是用来做影像创作为主，大多是旅游、风景、美食、机车相关。那动态方面是以体积轻巧的这个运动相机为主。那静态啊、走路啊、街拍啊、美食啊，都是以那个小米13 Ultra 为主。那首先要先感谢这个各位观众一直以来的支持，让这个订阅数持续成长。我会尽量创造出优质的影片和大家一起分享。那首先要讲个故事啊，在去年我拿到这个 GoPro 11没多久之后这个有安排一次2天1夜的台东瑞穗的重机旅行。那当天上午从桃园出发，那在台北石碇集合之后就往北移走，到宜兰开始1天的行程。然后沿途边吃边试车，试车友的这个 XATV CB350。拍风景、拍车子，还有一些车主访问。那到瑞穗的时候，其实已经蛮晚了。在瑞穗火车站先吃完晚餐之后，再进去住宿点。那虽然路程很短，但是却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星空美景。当天的月亮很圆，可是是属于农村社区，人烟稀少，光害也少，满天的星辰，就想拿出 GoPro 来拍。那因为当时还刚拿到没有很久。那白天日常拍摄是没问题，那对于这种星空啊、长曝光的拍摄方式还完全没有经验，就没能把这个美景记录下来。那虽然如此呢，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袋中印象深刻。后来有一次去新中横的这个温泉饭店住宿，那因为抵达时间也很晚了，所以在夜间拍当地的街景。我记得当时是用 Insta360X3 来做拍摄。后来知道，原来运动相机夜拍的画面都不怎么样，所以后来才可以积极学习怎么样拍上面这2种场景。那这支小米13 Ultra 是目前手机中少有的这个1英寸感光元件，又有5倍光学望远功能，所以就入手来应付这种场景。一开始先讲一下小米13在影像方面的操作。那点这个相机进来之后，有专业，有录影、拍照。夜景，长曝光、人像，还有更多。那当然是可以按这个铅笔去调整哪些要放在最常用的部分，那哪些放在这个更多的地方都可以。按照个人习惯。那我已经把那个长曝光放在这个下面来了，然后把这个文件，因为我比较不常用，文件是来拍证件用的，等一下后面说明我把它放在更多证里面来了。回到这边来，它总共有11项模式，可以按照铅笔来调整自己比较常用的一个6个项目放在第一层选单不过导演模式被锁定一定要放在更多的这一层，它没办法移到最上面来。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是专业模式。专业模式，那它左上角这边就显示它的这个叫做你是要 4K 还是30帧，还是什么样的模式可以做切换？你直接点它直接切换，点 4K、8K、720、1080、60、30，可以直接做切换，点让它做切换。然后再来是这个叫做曝光用的长条图，来看我们的这个平均点，整个区域的平均点曝光怎么样？那你可以按照这个值来参考我们的曝光是不是需要用这个叫做点测光，还是用区域测光，还是平均测光？这边可以参考一下。那通常是使用那个中央区域测光那测光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这个长条图之后，我们点这光圈进去，看它的这个长条度是不是有改变？那目前可以调整的这个光圈的只有这个主镜头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录影模式底下可以开启闪光灯功能。这个在录影模式底下一样可以开启闪光灯功能，那就它有点像补光灯一样是常亮不像那个拍照是闪一下就结束了这不太一样。
那点进去这个下拉式选单，好，这边有个叫做峰值对焦。所谓峰值对焦哈，就是它出现，我们点一下哈，有合焦的部分，它对比会比较强。它对比比较强的那个线条哈，就出现红色的一个阴影，好，代表说你现在对焦是正常的，没问题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对焦不正常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先切到那个手动对焦 AF， 好，手动对焦，好，现在是没有对焦嘛，雾雾的，现在是不清楚。好，有没有看到红色线刚好出来了？过度的又没有红色线，有没有？那因为我们这个荧幕小啊，没办法看得很清楚，因为这才7寸而已嘛。所以说，我们通过用这种方式来看，来确认这个有没有完全的对焦啊，尤其是那个比较昏暗的时候。那因为有人说这个小米13它在黄昏的时候对焦比较不准，那这个状况我也遇过哦。那时候就不懂这个功能，那现在学会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功能来确定对焦有没有对到，没有对到手动对焦，好，给它强制到我们要的位置。好，一般是开自动嘛，那光线比较昏暗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来对焦。那我们这边看有4个镜头，所以它这边有对应4个镜头的点。好，那这个 EUW 好是指的是超广角，那 W 就主摄镜头，也就是广角23 mm。T 就是望远，哦，它这边望远是75 mm 的望远，也就是 3.2 倍镜。ST 就是超望远，也就是5倍镜的意思，大概是对应120 mm 的焦段。那点进去之后会对应到个别镜头不同的这个数位变焦模式。好，假设我们现在这个望远模式点下去，它出现这个，好，那这边就是变数位变焦了。点外面跳回来。好，假设我们现在点的是超广角，好，就会把它调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它的光圈也不一样哦。这个主摄的时候，它可以选择光圈 1.9 或者 4.0， 因为它是专业模式，它大部分都可以手动调整的。那超广角部分，它的光圈不可调，它的光圈是 1.8。望远模式75 mm 的时候，它也是 1.8。超望远的时候，它的光圈是 3.0。好，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那除了主摄镜头可以2段调整之外，其他镜头都是固定的。那他们怎么调整那个进光量呢？他们用 ISO 或曝光时间来做调整。这边有一个三个圈圈，就是点进去就是滤镜。好，那这原图啊，那这是徕卡一个鲜艳，徕卡自然。好，那它有不同滤镜可以去玩。哦，你们可以在那边玩。那我们今天录的时候会先以原图为主，那实际上当然比较好看的话是比较建议是用徕卡鲜艳。好，那因为今天是做个参考，所以我们会先用原图。那这个 WB 进去是来平衡，好，偏黄，偏蓝。那我们大部分把它切在 Auto。那 AF 就是 F 是 Focus， 所以它 AF 就是自动的对焦。那这个是手动对焦。好，如果忘记的话，我们先回到前面。好，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过那个峰值对焦？对焦出现那个线有没有？就是这个部分。然后 S 曝光时间。1/30秒，还是高速快门？这边指的是快门曝光时间。好，先切到 Auto。那这个 F 1.9 4.0只有主镜头可以切换光圈大小。ISO
ISO 是感光度，它对光线的一个灵敏度。你数字越小的时候，它越不灵敏。那可是它的相对来说，它所获得的这个测光点会显示的一个颜色会比较均衡，所以它的整个画质会感觉比较好。那你 ISO 值开很高的时候，确实感光度会比较好。那可是呢，因为它的那个感光度差一点点，就会导致它那个有的比较亮，有的比较暗，所以他以为说看起来我们肉眼上看起来好像是噪点一样。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比较开稍微低一点，通常400以下比较 OK 啊，400以上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噪点。那这时候也不是不能处理，那个画面还是可以用。你透过那个一些 AI， 好把那个画面做修复，好把那个刚刚那个噪点把它做修复掉就可以了。再来是 EV 指的是曝光值，我们要曝光值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来，我们看这个直方图，有没有看到？我们这边改变的时候，我们左上角那个叫长条图，也跟着改变。有没有？那这什么这样状况呢？因为有时候它感测的这个曝光值跟我们肉眼看到的感觉会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个微调。那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处理那什么 ISO 啊多少，你直接在这个地方按照它原本的一个平均测光，我们直接加1减1或加1格2格，它1格是 0.3 呐，加1减1，我们可以这样微调。那我们这边要稍微提醒各位一下，我们现在看这画面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些功能，是因为我们现在采用是比较黑的背景，所以你看这些字都没什么问题。如果你看的一些画面是白色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功能在白底底下看比较不清楚，这个还不够亮你会感觉白底的时候看不清楚，所以说比较建议我们先设定好之后，我们再来拍，找个比较黑的背景，来先设定好，再来拍摄，才不会说你看到一些画面的时候，你要再调整你这个画面很白的时候，你再找那个功能找不太到。OK，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录影模式。切到录影模式，有没有发现它的画面变很简洁啊？很简洁。它刚刚那些功能全部都消失，它只有说你要用什么样的镜头，甚至于说你在刚刚那个2倍镜再点一下，它会出现这个一个转盘，你用转盘转这个也可以，这也可以。那其他功能呢？跑去哪里？在下拉式选单里面，你要 F1.9 还是 4.0？ 当然其他的镜头就无法选这个光圈啦。那它微距只有在超广角这个镜头，它可以开启微距，那5公分的微距。那其他镜头对不起，它没有微距，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一个距离，它才办法对焦。那这个 HDR 要注意一下预设式关闭。开启会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开启之后，镜头切换的那个功能不见了，有没有注意到？它是希望说你镜头选择好之后，你的 HDR 不要再变了，所以说他希望说你镜头先选好你要的焦段，那你再开启 HDR。所以这边先把它关闭之后，它这个镜头选择又出来了。我们假设我们先选好这个焦段好了，我们选择2倍的进去，HDR 开启了，它焦段不会变，就是以这个焦段为主。HDR 开启之后就会锁定刚刚选择的焦段，那关闭 HDR 之后，镜头的选项就会出来了。下拉式选单，这个万物追焦什么是万物追焦呢？我们在拍这个人、车、动物这种在移动中的物体那它就会持续不断快速追焦。
那关闭的话，只是让你追焦速度没有那么快而已。但我们可以用点的方式选择对焦，也可以。好，那看我们需求。那这边我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没有像刚刚那个叫做峰值对焦可以做参考。那峰值对焦一定要在专业模式中才会出现。好，再来下拉式选单，有个提词器，有没有看到提词器？如果要拍的影片是要有旁白的那如果你又忘记要讲什么东西，这时候可以开启这功能。好，那把要讲的话打在这里面当小抄，然后左边这边好点进来是你可以输入文字，那这边只能用直视方式输入。好，你可以这边先输入你文字，你也可以汇入。好，档案可以先用那个记事本先打好之后汇入进来也可以 ，TXT 档。好，它好了之后你这边存档，打勾勾存档就可以了。OK， 结束到这边打叉叉。下拉式选单，它叫做语音字幕。语音字幕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录的时候，它会把你的声音记录下来，同步把它转译成文字化，然后直接帮你配出字幕出来。那你自己在同步播放的时候呢，好，你就可以看那个字幕有没有按照你的声音有没有正确啊？因为有时候有些字，英文跟中文音很像，可是完全不一样意思。好，这时候你就可以进去做一些订正、修正。好，那再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字幕档，最后你再输出可能那个字幕档。好，拍照。好，下拉选单，第一个是你要选择它的幅宽。好，你要选择它的幅宽是怎么样，你要什么样规格。好，你要拍是直的、横的。好，这边就可以选。那依照系统的一个习惯你拿横的，它拍横的，这是一个系统的一个习惯。那声控拍照，当你在讲话的时候，你讲那个拍照或茄子，拍照茄子，它就帮你拍照，用声控的方式把它遥控快门。好，我们就把它关闭。好，微距在这边的话比较建议把它切在 Auto。开启就常开啦。那可是说实在你没办法用微距之后，你开启没什么用，所以建议用 Auto， 因为它只有在这个超广角的时候它才有用，有没有？这时候你都不会出现，你只有在超广角的时候，好，超广角距离很近的时候，它才会跳出一朵花。一般来说，你在 Auto 的时候，你距离够近的时候，它会出现一朵花。好，在这个位置，在这个区域会出现一朵花。有出现的话，代表现在是微距状态。最近的一个焦距距离就是5公分。好，再短它也是没办法对焦。那5公分只限定在超广角这个范围的时候，它才会启动这个微距。那其他的镜头的时候，它并没有支援这个微距的功能。那在小米13 Pro 它是有在75mm 这个焦段，它也有微距功能。那抱歉，那 Ultra 没有。好，移轴有没有看到一个移轴？在这边移轴移轴，你有没有发现说中间比较清晰，旁边比较模糊，就凸显中间的部分。那中间这个圈圈，你可以选择要偏左边一点呢，偏右边一点呢。下面好，这可以选你要清晰的地方。好，这以前有一种专用镜头也是有这种功能，它只是把你做成这个样子。可惜是你没办法确定它这个大小，就固定住了。那上面有2个切换一个是直视的，好，这中间这个区域是清晰，好，上下都清晰。那左右是比较模糊的，那可是它没办法调左边右边。另外一个圆圈状，好，圆圈状是可以让你移动的。好，那个人比较是偏好这个圆圈的这种模式。好，我们先把它关闭。好，文件。好，刚刚有提到一个文件嘛有些人的文件还是在这个下面这一列。那对我来说，文件我比较少用，我把它移到后面去。那文件是来拍什么呢？好，文件是来拍证件为主的。好，这是给你拍证件。好，你就可以这样直接对准你的证件放在上面，它直接帮你拍照。那如果你要压什么限定什么使用的话，你这边可以用加浮水印在上面，它直接帮压在你的照片里面去了。好，你就不用再手写。那
除了这个证件照之外，你没有开启这个右边这个框框的话，如果没有开启右边这个框框的话，那就是针对拍一些文件的部分，好，纸张文件类的，啊，在我们家是有用到，可是很少用，所以我这个把它移到下面去。OK， 再接下来是夜景，夜景它这边有要求哦，拍照它没有限定你要用什么镜头，可是录影的话它有限定，就是只有在主镜头，好，刚刚那个23 mini 主镜头为主。好，那拍照它不限，你可以指定任何镜头，因为它光圈可以变化范围比较大。录影的话，你看光圈、快门，它都不让你调，它全部给你自动，所以它快门最多只有到1/30秒。录影的时候它有限定哦，你的画素可以1080 4K， 可是你的 FPS 就是24，没办法再更快了。那光圈、快门的话则是自动。好，接下来是长曝光。长曝光它这边指的是拍照部分，所以它这边没有那个录影的选项。好，你看什么穿梭人群啊，好，其他什么霓光夜幕啊，好流水啊，光绘啊，好星空啊，好星轨这部分，它都是用拍照方式长时间曝光。好，那说实在，在小米3 Ultra 这一只手机上面哈，拍照功能会比它的录影功能强得多。好，那它这个部分并没有开放到录影的部分，所以比较可惜一点点。好，人像它这边预设的是用75mm 的一个镜头，你会看它已经变比较放大。好，它这边设定是用75mm 的镜头，然后它只要看它是头像，有没有？它马上就开始锁定。有没有？它马上开始会锁定。那这边有个仙女棒，这里调整美颜程度。那因为是用软体后置哈，所以无法预览，要拍下去才能看到效果。哦，你是要用美颜呢，还是用滤镜呢？哦，这边都可以选。哦，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有讲说，你如果颜色好看一点，是用这个徕卡鲜艳哦，拍照颜色会变比较好看一点。那自然部分，徕卡自然就比较偏那个。徕卡它本身原本的一个传统风格。好，我们先跳出来，指定镜头。哦，它这边还是可以选择不同焦段的，可它有限定。啊，大师镜头是35mm 的，50、75、90。哦，它锁定特别焦段。那个叫做人脸超高画质，好，那这边可以选择全身模式，啊，全身模式变有点像1倍镜，啊，这边先把它解除掉。刚刚是后镜头，我们来看切到前镜头会怎么样？好，切成前镜头，你看仙女棒点下去之后完全不一样了。好，这么多。好，第一个是无美肌啊，第二个是重色，再来是磨皮、美白、立体、瘦脸、小头、蓬蓬发、大眼、瘦鼻，还有鼻尖、太阳穴、颧骨、下颌骨、下巴、嘴型、发际线。哦，你看这滤镜的部分也跟不太一样，滤镜部分它可以先预览。哦，那徕卡的这个3个滤镜反而在最后面。美颜的话，我来挑个看有没有办法预览。啊，发际线看看可以吗？好像不行哎。后来放在大萤幕后才发现可以预览，然后可以看出来它的差异性。好，更多哈。来，我们看那个叫做微电影。
微电影它里面是你可以拍很多段的一个录影，然后它帮你截取，比如你拍7段，截取之后它帮你拼成一个像很短的一个 MV， 类似这样子的。所以它这边有很多风格。举例来说，这个好了，这个是7段，总共17秒，这是6段，你可以按照这方式分别拍了之后，它帮你集合成一个短短的一个影片，所以他们叫微电影。那这边比较特别，叫做多镜头。我们这个机子总共有几个镜头？前面1个嘛，后面有4个，所以它这边总共可以看出来有几个：超广角、广角、长望远、望远。那这个数位放大，你可以任挑2个把它做记录，然后你在挑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哦。你可以选择说你拼在一起，叫双拼。另外一个叫同路，同路就是你个别录成2轨，只是它同步的，你自己再想办法把它合并在一起。双拼的话是把它拼在一个，看你是16:9或9:16的一个影片。像我们现在是用横拿的嘛，横拿的话它就是左右一半一半。那如果直的话，它就是上下一半一半。双拼跟同路，它。接下来是蒙拍，蒙拍的话很简单，就是把你这个人头换成一个造型的，随着你的人去改变，它会改变它造型。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可以选择不同的滤镜，看你喜欢哪种滤镜，你就玩玩看。这是他们的蒙拍。蒙拍，那除了这个可以拿来拍照之外，你可以换衣服。它这个全身像才能够使用，而且它一定要直的，它才能帮你做那个换衣服因为今天没有穿什么衣服，所以就不拍这部分。那除了这个之外，它还可以录影。它还可以录影，直接录的时候直接帮你把人的头像换掉，或者把衣服换掉。那它2颗镜头都可以使用。OK， 这是蒙拍的部分。好，接下来是缩时摄影，这就很重要。缩时摄影它真的是我们在使用上会蛮夜拍都常会用到的。我们录影的时候，那比较可惜的是它的这一台缩时摄影，它的快门，它限定最慢的快门只有到30分之1秒，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这边上面这个点，就是可以让你进去做一些参数调整。这边选的是你选镜头，这边选镜头。那可是最主要是还是要靠这个，因为我们在做缩时摄影的时候，这边很多参数要做一些调整，比如你光圈要大的还是小的，那这会决定你的那个那比较可惜，就刚刚讲这个，它快门最慢就30分之1秒这个比较可惜。这边会跟你讲说缩时摄影的一些设定速度这个你可以参考他们一些参数。那到后面我会做这个实际上拍出来的一个效果。那缩时摄影的话，也会有 GoPro 的这个拍出来效果。那 GoPro 在这个方面反而比它强，它缩时摄影可以按照你的时间，它可以延长它的曝光时间。所以刚刚讲说那些长时间曝光的那功能，拍照功能，在 GoPro 的录影上面都有。这一点是真的比较可惜的，看以后改版之后会不会出现这个比较更多的一个这功能，这样更好玩，你的录影功能会变更好玩。好，这缩时摄影。好，接下来慢动作。所谓慢动作就是你拍，我们原本是1秒钟30格、60格，它变说让你变1秒钟120格、240格，在你再放的时候，这个地方，好，它最高可以到1920格，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用。你拍出来之后，你就变成这个超慢动作。那这还经常会用到，譬如我们在
没有稳定器的状态之下，我们没办法拍那么平顺。这时候你直接给它用慢动作，就是你要连拍，你变120格、240格。你现在一拍的时候，你原本不是很顺的画面，然后因为你动作够快，所以它看起来就很平均。所以你在慢放的时候，他觉得这动作非常的平滑，你会有这种错觉。所以慢动作其实还是会蛮常用到。那这边是录影，慢动作这边指的是录影，没有拍照。那街拍这边你就是可以选择你的焦段，那它这边焦段只有35 mini 往就是我们的那个主镜头从23到46 mini 的 mini 的部分。好，那你可以选择你的对焦点，你是要景深要这样子的，还是要这样子的？好，你可以按照你的景深去做调整，还是用自动。好，所以它可以调的其实范围没有那么多。那这是你的套滤镜。好，这原图。好，这一样可以压浮水印。好，因为这功能只有拍照而已啊，街拍这个功能它只有拍照而已。好，再来是超级月亮。超级月亮它就是直接一个超级放大，5倍镜的嘛，用5倍镜一拍，你有没有发现它没办法对焦，因为距离太近。好，那超级月亮你要够远，然后你也可以在月亮上面加一些特殊效果，譬如你加飞机，加这什么东西加船的影子，树木的影子，吊车影子，你可以有兴趣可以在那边玩。可以加这些东西进去。好，除了加这个东西进去之外，你还可以加文字。有没有？你可以加很多文字，你加文字在底下。那这个比较特殊的是，刚刚讲那个叫剪影跟这个文字，两个是可以叠加的。好，并不是说只能选一个，不是它可以两个可以叠加在一起。好，最后一个导演模式。AI 浮水印不用讲，因为他们就是把时间和定位压在上面，那有不同格式可以选。铅笔功能也不用讲，就是你可以把这些按住不放，你就可以移动到往下，或你要放它更多，还是前面是捷径6个捷径，你看你有没有想要放在那个6个里面？那你可以在那边按住不放，好，可以把它移下来，放回来都可以。那底下最多就6个，然后其他只能放在更多里面。那接下来就是你会发现导演模式是黑的、暗的，你无法按住移动到下面，它是一定要放在隐藏模式。好，我们再看导演模式。导演模式跟专业模式有点像，有点像。那可是你会发现它这个数值都在下面，跟那个专业模式有点不太一样，它的位置都在下面，都在下面。然后你要调的时候不是在右边哦。好，我们随便来一个好了，这个叫做我们刚刚不是会讲会调焦段吗？抱歉，是在左边哦。有发现它是在左边，好，它不是在右边。其实我们在手机上面运用，你会觉得卡卡的，因为后面的镜头，你如果扣着镜头去做的动作的话，容易挡到镜头，你会挡到镜头。那为什么这样设计在左边呢？因为它导演模式通常是你会外接一个操控萤幕，因为这手机萤幕只有6寸、7寸太小它直接放大一个10几寸的萤幕，你在上面看会看比较清楚。然后另外就是它有一个叫做联网模式，上面这个多机联网有没有？多机互联它讲法叫多机互联你可以连其他的摄影机，连监控器。刚刚讲导演嘛，他要监控器，他可能很多这个连好几台摄影机，然后有监控器去控制，现在是要录哪一台摄影机，我们摄影机先架好，然后由那个导演的监视器来操作来看，
好，你看它可以遥控，所以它为什么是左边是来做操作？因为它左边、右边都有不同功能。好，所以我们这边看起来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设计在左边，那是有原因的。OK， 那它的设定值跟这个专业模式很像，好，差别差它会把萤幕外接出去，好，很像，有没有？它的功能都非常像，啊，甚至会教你怎么用，这边都会教你怎么用。好，这个叫做专业模式。然后下拉式选单。好，这边有个叫做峰值对焦讲过哈。这边有个叫做log 的话，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后面在别的地方有更详细教学，我这边就不讲了。log 的话，你带回去之后还要做一些后置才能使用。那这边有个叫做音源变焦，有听过的比较少一点，还有会查资料。什么叫音源变焦呢？当你你附近有听到一些声音，你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你看不到，你知道把这个镜头对准那个声音方向，它慢慢放大，望远到一个地方之后，发现了这个原来它音源是某个人在吹乐器，或某个人在唱歌，好，是这个原因，它叫做音源变焦，好。那这需要一点时间，它变焦需要一点时间，它去慢慢找那个位置。所以说你的音源不能断掉，不能断续续，你最好是连续性的一个音源，它就可以找到。好，那网络上你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影片。那叉叉在左上角。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出外景实拍啦。那今天的2号选手是 GoPro 11，那我知道两者的差异性很大，所以主要是针对这个手动对焦啊、HD 啊、缩时摄影还有夜景方面会比较多测试。那首先来看看白天拍风景会什么样的差异性呢？在下午2点钟左右去公园拍景的时候，这个天空的蓝色GoPro 拍出来比较接近肉眼看到的。那小米13 Ultra 的色调会比较偏蓝一点点。再来看草皮 ，GoPro 拍出来色调也是比较接近肉眼看到的。那小米13 Ultra 就有点偏黄。黄昏6点半的时候这个小米13 Ultra 这个入天空看到的跟眼睛看到的反而比较接近，拍照则是比较偏深色一点，应该是徕卡色调关系吧。那 GoPro 的天空则是偏深一些，应该是和自动白平衡有关。不过云层的层次感GoPro 比较明显。那草地部分也是 GoPro 比较接近肉眼看到的感觉。那小米13 Ultra 则是有一点点偏黄，但是没有中午的时段那么明显。那没有说哪个比较好啦，通常会在后置中还是会稍微调色一下，让画面好看一点。那平常在影片中看到的画面大多是已经经过处理过了。刚刚画面是原色，还没调色之前的画面。那调色之后的画面会长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来拍夕阳逆光 ，GoPro 这方面还是比较强一点在建筑物背光的感觉还是比较接近肉眼看到的感觉。小米13 Ultra 在黄昏夕阳下，这暗部补偿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已经开 HDR 还是这样子，因为在云层的层次感方面也没有 GoPro 呈现效果来得好。接下来是用步行走路的方式来测试防手震的效果。首先是 GoPro 11。这部分是运动相机的强项。好，接着下来是小米13 Ultra， 两者都是用手持自拍棒拍出来的效果。那可以看得出来，小米13 Ultra 有光学和电子防手震，那它的效果也不遑多让，至少不会让人看得不舒服。那我们加个稳定器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呢？那使用稳定器之后，效果真的更上一层。那现在拍的都是用后面的镜头。
现在是夜间手持的效果。GoPro 画面裁切比例变得比较多，画面偏暗，容易有果冻效应。现在换上小米3 Ultra， 不得不说，1英寸的感光元件，夜间真的很有优势，和白天手持的效果差异不大。现在测试装上稳定器之后的效果。GoPro 比刚刚手持好多了，但还是有些微的果冻效应。小米13 Ultra 夜间的录影蛮强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只有24 FPS。接下来我们看 GoPro 它在桥上拍摄的一个效果。那最主要是对照组，从头到尾都不能变焦，单纯一个相机，很单纯的一个录像。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小米13 Ultra， 它手动对焦，我们把它对焦了，然后拉圆对焦。好，拉开，这会有一个呈现主体的一个效果。接下来是傍晚用缩时摄影拍车流、车灯的效果。那首先是 GoPro 它用标准的缩时摄影是长这样子，光绘的效果，车灯的效果，曝光时间有点过长画面有点过亮。那小米13 Ultra 则是单纯的缩时摄影。看得出来和长时间曝光的差异了吗？老实说 ，3.2 倍跟5倍镜在这种情境之下会有种特殊的氛围感。如果能把长时间曝光的功能也搬到缩时摄影中的话，那太赞了。接下来去拍星空，市区附近有光害，不适合拍这种场景。那特地3更半夜跑去北横。现在是在荒山野岭，北横。这个罗浮要往罗马公路的路上，然后这边刚好没什么光害，我们来这边拍星空。我现在用手持的方式可以看一下拍那个月亮。现在这边有多黑我开个灯给大家看一下。非常黑，关掉，应该都看不到吧？我们要来这边拍星空。它夜景也有录影模式，要切换。GoPro 的缩时摄影，车灯模式，星轨模式。刚刚的方位是有月亮的，我们现在换没有月亮的方位。那其实是满天的星星但小米13 Ultra 夜景录影只能拍出来一点点，那其他都黑漆漆一片。等一下来看夜景拍照相比对一下。再来看 GoPro 拍的缩时摄影的光绘模式可以拍出来一点点，星轨模式又太亮了点。下次慢慢调整曝光时间和缩时时间，看哪个拍出来感觉比较好。结论：白天运动性高这些动态画面Insta360和 GoPro 运动相机还是具有不可取代性。体积小，重量轻，震荡甩动的时候安全性高，本身的结构也具备一定的耐摔抗磨程度。就像上一次拍汽车路试的时候，有发生一起录影事故，整台摔击在地上还磨好长一段距离，只有表面被削掉一小块，完全不影响使用。而且新机的时候还可以加买 Care 保险。这种意外一样在保护范围内免费更新。那小米13 Ultra 的特色是萤幕大、对焦快、光学变焦范围大，从12 mini 超广角到120 mini 的望远10倍光学，在分镜和后置上会比较省事。
光学放大效果也比数位放大的效果好，或高解析度裁切放大，来得更弹性、更方便。比较可惜是不同镜头之间的切换还不够平顺，有时候画面会闪一下。当然，另外广角端的白平衡不一致，和主镜头切换有时候会有点突兀。在专业模式下，小米13 Ultra 是可以手动调整白平衡、手动对焦、快门 ISO。光圈在主摄镜头还可以做2段切换，那主要景深和夜拍会有差别。那 GoPro 则是白平衡、快门、ISO 值是可以调整的，光圈和焦距是不可调。动态摄影时，例如走路、街拍、风景、美食、人物这种的可以随时监控拍摄画面，调整设定。手机拍摄具有萤幕大、对焦快、白平衡佳，还可以进行焦点转移的专业拍摄效果。最大特色是这只手机夜拍还很方便，噪点少，再加上稳定器之后，画面就直接可以用，后置上可以省掉很多事。虽然比不上大感应器相机配大光圈镜头的这种效果，但是录制出来的画面经过后置调光之后已经堪用，就算搭配稳定器还是比全幅相机轻很多，方便长时间手持拍摄，或顶多加个稳定器。那比较可惜的是，目前这只手机软体还没有完全发挥出这个硬体方面的所有性能，例如在 HDR 录影方面这个处理能力还有加强的空间。缩时摄影的快门速度没有比这个1/30秒更慢的快门，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那希望以后可以把长时间曝光的功能也搬到缩时摄影里面去，那个整个感觉跟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欢迎打赏，用抖内或超级感谢都可以。抖内连结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那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有任何意见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那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我们就这样下次见喽，拜拜。